在看本期视频前，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把一个湖抽干，最快需要多久？各位有什么妙招吗？可以在弹幕里或者评论区告诉我。当然，不要和我扯一些电影、动漫里面的超能力。有一说一，在现实生活当中，就算是拿个水泵天天抽水，一时半会儿也搞不定吧？那我现在就要告诉你，有一个办法，3个小时就能完工。没错，这就好比浴缸里面的塞子突然被打开了，只要湖水当中可以出现一个地漏一样的东西就行。这是开什么玩笑？哪个湖有地漏呢？各位别急，这个世界上还真就有一个，只不过这个地漏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一帮人作死挖出来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场让湖泊瞬间消失的灾难。在1980年之前，皮奈尔湖可以说是平平无奇。它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伊比利亚附近，占地526公顷，水深只有3-4米。平时除了钓鱼爱好者会来，也就只有附近的居民会来踏足了。可是不起眼的外表丝毫无法掩盖湖下面的精彩世界。原来在皮奈尔湖下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盐矿资源。自从1919年以来，钻石水晶岩公司就一直从湖下面的矿井当中开采盐，为此还修建了一条隧道。随着多年来的开采，盐矿的钻探深度已经到达了湖底以下，这就意味着工人们每天都是头顶着皮奈尔湖在工作的。与此同时，通往盐矿的隧道也已经挖到了数千米长。随着盐矿资源的声名远扬，又有人嗅到了金钱的味道。要知道，盐矿附近往往伴随着的是石油，因此皮奈尔湖也不例外。经过探测，人们发现湖底确实蕴藏着大量的石油。1980年11月21日上午，德士古旗下的一个石油钻井队来到了皮奈尔湖，打算进行一整天的勘探工作。然而这次有点出师不利，钻头刚超过365米就卡住了。不管钻探人员再怎么努力释放装置，都不奏效，所有人都百思不得其解。就在这时，下面突然传来了一阵巨大的爆炸声，紧接着石油钻井平台开始倾斜，钻探人员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于是将连接着的驳船松开，迅速撤退到岸边。也得亏反应的较快，他们刚上岸就眼睁睁地看着价值500万美元的钻井平台轰然倒塌。可这个钻井平台至少有45米，怎么会消失在水深不到5米的浅水当中呢？与此同时，钻井位置周围的水明显开始转动，很快就加速变成了一个直径400米的巨大漩涡。汹涌的水流开始拖拽着湖面上的所有船只，周围的人大声喊着世界末日来了。还好撤退及时，钻探人员全部安全地回到了岸边。然而对于还在盐矿工作的矿工来说，无疑是大难临头。他们当时正位于地下457米积极开采，一名电工注意到天花板传来了异响，好像是哗哗哗的水流声。当他前去查看时，发现走廊里面竟然开始渗水，空油桶在水面上相互碰撞，而且水已经到达了膝盖这么高了。电工迅速拉响警报，示意所有的矿工立刻撤离。此时大部分矿工都设法上升到地面。一位名叫兰尼的维修工突然想到矿井偏远地区的工人或许还听不到警报，于是特地前往通知他们。据了解，事发位置在盐矿的第3层，那里的矿工被水严重拖慢了步伐，但他们还是有序地乘坐电梯回到了地面。在矿车和电梯的帮助下，所有的矿工幸运地回到了地面。然而噩梦尚未结束，巨大的钻井平台逐渐被吞没。随着漩涡的洞口越来越大，巨大的吸引力泛起了一阵阵惊天浪花，它咆哮着卷走了附近的土地、树木、建筑物、车辆等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后来有目击者报告称，由于吸引力，连接墨西哥湾和皮奈尔湖的一条运河第一次出现了逆流，形成了路易斯安那州历史以来最大的瀑布。毫不知情的居民看到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就感觉像是世界末日来临的前兆。大约3个小时之后，湖水被全部吸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曾经的淡水湖被墨西哥湾重新填满，一些被吞没的驳船也都漂浮了回来，但钻井平台、建筑物和其他设备只能永远地留在了盐矿底部。看到这张照片了吗？现在可以理解水上为何会有一个烟囱了吧？它原本是属于皮奈尔湖附近的一所小房屋的，没想到见证了这湖历史上最可怕的3个小时。不过，虽然可怕的漩涡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好在没有一个人遇难。这里就不得不夸赞一下整个矿工团队的应急能力，如此紧急的情况逃生还能做到井然有序，看来平时没有少做安全演练。事故发生之后，随着水流回到河岸，运河恢复正常运行，但皮奈尔湖已经截然不同，从3-4米的淡水湖摇身一变成为了最大深度为60米的咸水湖，这可害惨了该区域的生态系统。湖中所有与淡水相融的生物全部毁灭，取而代之的是以前从未见过的生活在咸水当中的植物和鱼类。人们试图揪出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但大部分证据几乎都被漩涡带走，身为关键证据的矿井平台更是直接消失了。那么谁该为这场人为的灾难背锅呢？
其实从官方信息来看，这场灾难的原因并没有定论，但大家普遍都认为这是工程师的一个计算错误而导致的。因为该项目的工程师误以为自己的地图是用了莫卡托投影坐标，可实际上地图采用的是通用横轴莫卡托投影坐标，这两种测绘方法根本就不一样。当坐标错误，具体开采的位置自然就严重偏移。所以当钻头卡住后，钻探人员根本就没有想到是位置歪了，继续尝试各种方法让钻头松动。尽管钻孔不到35厘米，但水压会形成巨大的压强，因此意外打通了盐矿与湖水的连接部分。两者接触之后，越来越多的湖水进入了盐矿，一发不可收拾，到最后皮内尔湖被全部清空。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德士古公司急于寻找石油，没有事先勘测矿井的位置，再加上施工方与工程师缺乏沟通，没有及时反映问题，任由这个错误愈演愈烈。最终，德士古公司和钻井承包商威尔逊兄弟公司向钻石水晶岩公司支付了3200万美元，也向附近的植物园支付了1280万美元作为补偿。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几个星期之后就可能在美国引发一场飓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蝴蝶效应。蝴蝶翅膀的运动产生了微弱的气流，进而引发附近的空气发生变化，一步一步产生连锁反应。这就告诉我们，再微小的事情也可能带来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事物发展的初期。就像工程师的测绘工作，只是出现了极小的计算偏差，但事情的结果可能会大不同，最终导致了皮内尔湖永远消失在了人造漩涡当中。迈克尔·理查德是这场事故的目击者，他亲眼目睹了皮内尔湖清空的过程。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段经历竟然困扰了他40年。自从事发之后，迈克尔经常会梦见自己和妻子和2个孩子被困在皮内尔湖中心的房子里面，就像11月20号那天一样。平静的湖面突然掀起了漩涡，他们一家4口只能任由其摆布，最终全部沉没。可惜，许多人都不能理解迈克尔的遭遇，他们认为这场事故没有人员伤亡。难道迈克尔光看就会受到打击吗？然而，事实确实如此。迈克尔自那天起就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直到40多年后，他才逐渐告别了这场噩梦。谁能想到，名不见经传的皮内尔湖，却因丰富的资源引来了灭顶之灾。虽然从人员伤亡的情况来看，这次灾难的自救与互救确实很值得人们学习，但对于生态环境来说，绝对是个反面教材。石油资源确实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但在一味的追求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也是不容小觑的。皮内尔湖的巨变毁掉了所有淡水生物的栖息地，岸边美丽的植物园里还种着珍贵的植物，也都全军覆没。从此，安静美好的自然环境一去不复返。如果皮内尔湖没有发生这场灾难，它会继续保持平静吗？我想也不会，因为只要有石油的地方就会产生利益，而在资本面前，环境算得上啥？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真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